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大家我们看到这个达沃斯论坛这个1年召开一次就在这个每年1月的时候但是大家也发现说这个欧美的火药味相当浓厚，我们就来看到被一轮说非常 arrogant 就是非常自傲的卢特尼克因为他之前在面对我们谈关税的时候非常的引以为绕，说要为川普满意好，他现在也到了达沃斯的晚宴那他就开呛欧洲。好，他说什么呢？他抨击欧洲的能源政策，那也呛欧洲的经济竞争力远不如美国，遭到现场人士倒喝彩。好，那欧洲的央行总裁拉加德更是提前离席，所以被外界解读这是跨大西洋紧张关系的最新迹象。好，那你看卢特尼特非常的自以为是他是美国人底下那么多做的是欧洲的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里头的官员他竟然还可以这样说。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特别有讲到对的格陵兰的风波，他说他表示不会抢在川普前发言，然后就希望欧洲何不坐下等川普到场。好，那为什么川普会晚到场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原本到达沃斯论坛这边突然空军1号有状况，电力的问题突然返航，但是他也特别说大家要倾听论点，呼吁各方要深呼吸，不要反射式的愤怒。但是也看得到是川普现在为了夺取格陵兰来施压但是英国首相施凯尔则是强调不会屈服。好，我们看到他说绝对不会屈服于川普就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未来的归属问题所施加的压力。好，所以呢，我们也关注除了英国之外法国跟英国之间还有美国的关系，因为现在说川普是不是跟马克宏还有施凯尔在冷战呢？好，那当川普就讲说当我不在的时候这2个人私下的态度就会好强硬，但是只要我在双方的态度就会转为和善。好，那意思就是间接在说他们2个人是双面人啦好，所以川普对马克宏跟施凯尔是不是也很爱吃豆腐常常会透露一些讯息私下的讯息，还在这个他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好，但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对于格陵兰越发这个在这个演说上面也特别讲到了，他不会用武力来拿格陵兰，但是他又说格陵兰只是一块冰我们听一下。All the United States is asking for is a place called Greenland. Now what I'm asking for is a piece of ice, cold and poorly located, that can play a vital role in world peace and world protection. It's a very small ask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given them for many, many decades. 好，刚才听到川普说 a piece of ice 说是一块冰。好，那白宫也在 X 上面强调说川普将格陵兰形容就是一块冰，但这话听在格陵兰人的耳里实在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格陵兰议会的前议员马丁努森说我们不是一块冰，我们是人。好，我们这里有老人小孩，我们现在都非常害怕美国，甚至开始有些格陵兰人因为该言论陷入了恐慌，开始囤积应急的物资。那猎人们也拿出了猎枪准备防御任何可能的入侵者。好，那确实现在就有一些军事动作了。我们看到美军下令1500名的北极精兵待命，那专家就很担心说这恐怕就是对格陵兰动武的讯号。那也就是美国国防部下令阿拉斯加的第11空降师1500名的士兵进入待命状态，也就可能部署到明尼苏达州来因应当地的示威活动。那甚至美军这边也派了北极作战精锐的启人一斗说街头的巡查通常都是国民兵的任务。那美国的跟丹麦的国防专家就很忧心这是对格陵兰行动的一个幌子。好，那当然也是无视法德的演习目前这个川普的军机也被认为有一些讯号存在，因为他强插格陵兰，好，防务权可能会强纳在美国的本土司令部。
好，我们来看细节哦。因为北美的防空司令部有宣布，将派遣多架的军机来进驻格陵兰皮图菲克基地。好，那美国此项部署行动发生在法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那当然又正值川普因为要并吞格陵兰的这个跟欧盟友邦陷入一个僵局之际，所以当然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好，那到底会不会强行的占领格陵兰？因为我们看到川普之前有做一个 AI 图嘛，就直接把美国国旗插在格陵兰上面，这到底会不会成真？那因为川普已经说他跟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对于丹麦自治领地的未来达成了一项协议架构。好，那川普没有透露这架构的细节，但是有多名与会的官员透露，潜在的协议可能就是要格陵兰割一块土地，然后要让美军新建军事基地。好，所以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想在川普的会谈当中，没有讨论到丹麦对格陵兰的关键主权，所以这个川普的放话也被认为是不是就在给北约穿小鞋？因为遭到北约秘书长直接打脸。好，那达沃斯的这个披穿声四起马克宏也特别讲，欧洲绝对不会向霸凌者低头，也不会接受恐吓。好，那美国当年是真的把格陵兰归还给丹麦吗？ BBC 也做了相关报道，说宣称近200年来，美国总统都想拿回格陵兰，买回格陵兰。但二战期间，丹麦欠了美国一个大人情，那战后美国就把格陵兰的管辖权奉还给丹麦，说极其愚蠢。好，这是川普所言。好，但 BBC 核实川普的说法角度报道说，格陵兰的主权不属于美国，也没有归还这一说。好，那1941年2次大战的时候，美国跟丹麦有签署协议，允许美国保卫格陵兰，但是这项协议并未涉及主权的移交，所以就代表格陵兰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领土。好，那当然川普当然要站在自己的方面说话，但是他也被揭露谎话连篇。好，我们还是看到了达沃斯的晚宴这火药味非常浓厚。那当然川普在里头讲到格陵兰的议题也备受国际上的关注。我们要先问介大使。对格陵兰的问题，这是川普可能到这个 Davos 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了。那原因是他可以跟很多相关的国家元首可能私底下见面，私底下来交易。我觉得在外交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在关键时刻，各国或者政府或者说甚至这个领导人对外的发言只是参考。最重要是私底下他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对这个私底下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新21世纪的新雅尔达协议，雅尔达密约。那这个会就是一个分赃的会议，各取所需啦。那最后就是说，去决定格陵兰人的命运。格陵兰人有5.7万人嘛，对。现在《每日邮报》、英国《每日邮报》已经传出来说，好像美国已经要把这个给每一个现在的这个格陵兰公民的一个所谓的什么金呢？是什么金这个我不晓得是什么抚慰金呢？精神抚慰金呢？还是福利金？还是什么？还是买票金？还是什么金？我现在很难定义就说好像提到100万美元一个人嘛。那就变成美国要拿出570亿，可人家说570亿对美国来讲，它的国防预算来讲，那是真的是9牛1毛啦。那因为事实上的话，现在的问题卡在一个地方，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拿下格陵兰，它不是只要事实占领，它又有法律上的一个主权。那这个法律上主权，事实上的话，除非就是说，丹麦跟美国签下城下之盟，对，签一个条约，我现在把这个主权我移交，放弃格陵兰，我移交给美国。要不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格陵兰57000现居民进行公民投票，那决定要加入了这个美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那当然，就川普来讲，最好是用公民投票。我也认为川普的人马已经在格陵兰已经在那个各地方已经在游说了。那只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媒体报道这个格陵兰人都反对。我看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的真实性我认为是我要打一个大问号。到底是真的还是怎么样？因为说实话，100万美金的话不是小数目
而且他可以获得美国的这个公民权啊，然后很多美国的工作机会啊、福利啊，对他们来讲的话，都是还是蛮具吸引力的。所以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了。川普就是说这次在这个 Davos 经过闭门会谈，川普已经决定取消2月1号对那个8个国家的这个关税，10%的关税。那回过头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川普为什么要取消？那这个8个国家对美国做了什么承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变成这个8个国家，包括丹麦，只要说好了，我们让他做公民投票，那川普就已经赢了80%了。好，等一下这个8个国家取消关税，我们第2篇也会来讲。我们问邱毅委员。1971年达沃斯论坛开办以后啊，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样的火药味浓厚。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很有趣的，是可以说深入观察的。我们先来谈晚宴啊，在晚宴，卢特尼克跟拉巴德之间为什么出现了不愉快？我们现在讲拉加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全世界财经界最被推崇的2位女性，一个是美国的叶伦，另外一个就是欧洲法国的这个拉巴德。那拉巴德过去担任过法国的财政部长，还当选过全世界年度最佳的财政部长，后来做了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接着又担任了这个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就是总裁。他基本上平常的待人接物是很客气的，一点都没有说他担任过这么崇高的地位就显得一副傲慢的样子。那为什么这一次听了卢特尼克的讲话受不了了？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代表说，整个的欧洲啊，就像个高压锅一样，快要受不了了，忍无可忍了。再加上卢特尼克一个华尔街原来的中等的操盘手，然后到了达沃斯的论坛就大放厥词，放言高谈，恐吓欧洲，说你们不要想要报复美国，报复美国，美国会以牙还牙，会对付你们的。然后随意的批评欧洲的竞争力，然后吹抬美国的经济的状况，你当然会使加巴德听不下去啊！听不下去怎么办？当场跟他吵架吗？不是啊，所以只好离席嘛。所以这个离席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以一个这么懂得进退的这个拉巴德，他都会采这么强烈的台面上的一种行动来表达抗议，他已经代表了整个欧洲的政商界、财经界都有那一种忍无可忍的情绪。好，第2个我们观察的是贝森特。贝森特不是讲吗？因为川普会迟到，所以川普迟到前，他说他不谈格陵兰的问题。为什么不谈？基本上就是川普很可能上台以后会胡言乱语，你根本不知道川普会讲什么啊。那万一如果讲的跟川普不同调，那不是等于自我打脸吗？但是啊，刚才大使也谈到，美国极可能跟丹麦私底下达成了协议，而且跟欧洲这8个国家也达成了协议。所以才会取消他们本来2月1号要加征10%的关税嘛。但是啊，贝森特在谈话的时候仍然讲到，一听说丹麦有在抛美债，他又讲丹麦抛美债微不足道，就跟丹麦微不足道一样。是，人家跟你谈协议已经要让步了，你现在还用这么强烈的话去嘲笑丹麦。好。那最后谈到这个川普委员，我们等一下第2个再讲，因为有讲到财经的部分。永明教授怎么看？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么想要格陵兰？
4个因素：历史定位，买下格陵兰；第二个，唐罗主义，巩固它的势力范围。北美，他在达沃斯说，格陵兰是北美的一部分，是美国的领土。第三，它是有考虑到战略安全上的利益，他演讲中也提到。第四，航线跟资源。我觉得其实历史地位跟唐罗主义使得川普觉得，现在今年拿下格陵兰对他是大加分，而且有助于他后续年中选举、期中选举的这个加分。那非欧洲能不能抗拒？我觉得欧洲无法抗拒。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北约。北约是什么角色？北约跟美国是一个军事联盟关系啊。北约凭什么角度来跟美国白宫来谈格陵兰的框架协议呢？因为欧洲现在有些人想让，有些人不让，有些人观望。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现在就呈现出这个整个欧盟啊分崩离析，军事安全上极度依赖美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通通都有，波兰通通都有美国驻军，然后俄乌的问题还没处理呢，然后呢，经济上也是如此，科技上又没有像是中国跟美国这样在 AI 在科技上面能够主导全世界的，没有。现在欧洲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当美国的单极独霸消失，过去的这种霸权稳定消失之后，进入到多极的格局，形成一个以中美为主导的鸡兔两极。欧洲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单一的另外一极，因为他被美国现在打趴了。他想要维持他的尊严，但不容易，因为什么呢？丹麦不可以卖格陵兰，因为格陵兰是个自治领土，他自己可以决定他自己未来。你现在中央政府凭什么角度去卖它？所以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也不可能是把军事基地里面划出来给美国作为美国的领土，那这也是另外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到后来川普还是会用关税的方式，用经济加军事的同时，军事就是用北约的威胁，让欧洲内部瓦解，让这些大国对丹麦施压，让丹麦同意格陵兰人们进行公投，再决定他们的未来。好，这个可能是教授认为的川普下一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刚刚呢，来宾有特别讲到，因为这次川普对于格陵兰，他说不会动用武力那但是呢，他又特别对于欧洲的8国又大逆转 taco 了好，他宣布这个格陵兰问题达成了框架协议，所以取消了对欧洲8国的关税。好，也宣布从2月1号开始那原本是他要加征10%的进口关税但是现在又说要取消了。好，当然有一些分析讨论艺文就会在看了，大家就说以为川普好像第1回合结束了，对不对？而其实他是正在展开他的第2回合好，那也看到因为英格兰的议题抛售美国，丹麦要动了。好，丹麦的年金营运机构也宣布要在本月底前出脱1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好，那投资长就有讲说，美国不再是良好的信用对象。那长期而言呢，美国政府的财政不具永续性。好，那挪威最大的银行 DNB 也因为政治不确定性也宣布要缩减在美国的业务，所以他们要把重心整个撤回到北欧。好，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欧洲现在在用一些这个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你川普爱用关税，那我们就用其他的方法来对抗你，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瑞士，刚才我们讲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驳斥相关的担忧。然后他说丹麦在美债的投资规模就像丹麦本身一样无足轻重他一定是冷冷的回他的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想象，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样就可以啦，没有什么，你们根本无足轻重，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但问题就是川普现在在瑞士演讲，那他当然就自夸自己那他就嬉笑这个欧洲根本就是惨到认不出来。
我们看到他的演说，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说他的自己的执政佳绩啊，说美国的经济一片繁荣啊，还宣称哦我爱欧洲，但是他爱欧洲却当着人家欧洲的领袖面前还有官员面前直言欧洲的部分地区惨到几乎认不出来。所以大家就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角色哈。好，那当然也看到纽时现在有这个刊登的社论指出，川普借着总统的职权中饱私囊。好，我们看到这是日本共同社引述了《纽约时报》刊登的社论里头就讲说，这个川普的总统跟他的家族利用他身居高位，过去1年来至少获取了14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有443亿元的利益。好，纽时这篇社论当然就严厉的批评川普利用总统的职权在中饱私囊。好，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社论会不会被川普告啦。好，但是因为川普在这1年期间常常就是用了一个政策马上又 tackle 用了一个政策马上又 tackle，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股市一下这样子像云霄飞车，大家也认为有一些猫腻存在所以也不一定要这社论，我们大家都有感觉。好，但看美国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好，所以美国人我们就来看他对于川普的最新民调确实不太好71%的民众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失控啦。好，我们看到英国的经济学人跟民意调查机构余观说这个公布最新美国调查结果，高达71%的美国人认为，在川普的执政之下，美国正在属于一个失控的状态。好，这让一轮想起来我们在川普这个2.0要回归的时候，大家不就说吗？要系好安全带因为整个全世界都要失控了，所以不只是美国在失控，它是搞得全世界都很失控。好，那现在各国是不是对美国真的是失去信心了？那干脆我们就往另外一个国家发展，就是中国呢？我们先看到川习在4月会晤之前美中可能会重启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好，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就有说，川普跟习近平不是在4月要会晤吗？但是在这之前其实美中可能会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那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也说，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也曾经跟库克等企业高层来进行会面。他特别讲说，我们欢迎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也分享中国的机遇。那如果外国的企业在中国遇到任何问题，请不要客气，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会积极的予以解决。好，那我们要对比的就是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好，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到中国大陆去了。他是1月29号一连3天的行程，好，抵达北京来进行访问。那隔一天晚上会再前往上海。好，那31号晚间会结束访华行程来回国。好，那加拿大的《环球邮报》也特别报道说，政府的高层的政府官员也透露，加拿大军方最近可能针对了美军的假想入侵来进行模拟，那甚至也讨论到国内可能的反制策略，那其中包含像类似阿富汗圣战士当年对抗苏联，以及后来美国联军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好，那加拿大部队近100年来其实是首度针对美国进犯进行了战略的推演。好，这代表什么？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以往了，甚至有在闹翻的边缘当中。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也特别对于世界目前的秩序做了一些讨论，我们来听一下。Where we are facing no rules, no regulations, where big fish eat smaller fishes, they're saying it, they're not even wrapping it in, not observing and not 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 and UN resolutions. We'll have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This divorce between US and Europe is not going to be just a temporary issue. It's going to last for quite a more time, and at the end we'll all have to pay the price. 好，看到武契奇讲了一些话语那当然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川普上任之后2.0的丛林法则再现那当然跟2战之前的状况，大家也会拿来做一些对比。好，让我们先问这个邱毅委员有关于这个欧洲8国关税现在马上有个大逆转了。为什么川普突然间取消了欧洲8个国家2月1号要加征的10%的关税？其中必有猫腻嘛。
所以私底下有没有跟欧洲这些本来要挺丹麦的国家私底下有协议？我认为可能是有的，正在进行中。可是川普这个人啊，打心里就看不起欧洲，他就觉得欧洲的人很假，他就觉得欧洲人假，所以他刻意的在达沃斯论坛直接讽刺马克龙跟斯凯尔，说他们是双面人，私底下骂他骂得很凶，然后在见面的时候又客客气气的，又温柔许多。说实话嘛，川普怎么会知道私底下马克龙骂他骂得很凶？他就一定有人在刺探这些欧洲的领袖，在川普迟到3个小时没到的期间，到底在说什么吧？所以川普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大辣辣的，满口胡说八道，大嘴巴一个，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很细腻的。帮他做这个细腻的事情，最主要的人，我猜想应该就是贝森特。所以贝森特呢，基本上不是讲吗？他说川普还没有来，大家坐下来等，深呼吸，不要生气。他就是预期嘛，川普来了以后，一定会大鸣大放，一定会刺激这些欧洲的政经领袖嘛，所以才事前做了这些安抚的动作。可是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多么的看不起丹麦啊！丹麦是格陵兰主权的所有者，基本上要谈格陵兰的问题，一定得跟丹麦谈。而且依照川普透露的，他应该不会采军事手段的，他只能秀秀肌肉来威吓一下，最后应该采取购岛或租岛。再配合公投嘛，用最小的成本拿下格陵兰嘛。可是川普这个人就是嘴巴不饶人啊，得了便宜又卖乖啊。你又跑去讲格陵兰是一块冰，是一块寒冷、位置不好的岛，你何必讲这些话呢？你讲了这些话以后，格陵兰的人心里会舒服吗？当他被看不起，他是一块冰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会满意吗？但如果他心里抵制，那不是你川普要拿下格陵兰，你增加了很多的阻碍吗？所以有时候川普的行为学啊，要好好的研究。他的行为学颠三倒四，可是颠三倒四中又似乎存在了一些逻辑跟规律，很有趣。这大使怎么看？我觉得丹麦这个撤回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券投资1亿美元啊，真的是有点太小儿科了。不是说是不是他真的只有这么多钱不知道，不过你要制裁美国拿1亿美元，不是正好要给美国政府一个机会来嘲笑他吗？所以贝森特立刻反击啊，那个丹麦就是毫无无足轻重。其实川普在他这次 Davos 演讲里也对丹麦也真的是把他看衰小啊，真的把他讲的真的一文不值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拿丹麦啊，拿格陵兰？因为格陵兰对美国啊，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很重要。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丹麦这个国家在2次大战的时候，纳粹进攻丹麦的时候，那丹麦全国只抵抗了6个小时，就投降了。所以呢，他说是因为美国人真的那个时候总统头脑不清楚，还是心地太善良。那个2次大战以后没有把格陵兰拿下来，还还给了这个丹麦，他认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作为啦。那另外一方面，这一次川普事实上在这些整个他的演讲里面啊，哇，把很多国家都奚落得一塌糊涂啊，还有把这个一些非洲国家讲他们都是很笨的人啊，然后呢，还有讲到欧洲啊，这个有些地方啊惨不忍睹啊。不过川普讲话其实就这样，因为有一次他也在美国的演讲，他就说什么？他说，人家说中国大陆是开发中国家，他说中国大陆怎么是开发中国家？他说你看他们现在这个城市建设，对不对？然后那个基础建设怎么会是开发中国家？他说真的开发中国家应该是美国。那下面就全场大惊，为什么？他说不信的话，你们到底特律看一看。
那不是开发中国家是什么开发中国家？那这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市也是确实是这样。不过说实话，也真的是真的。欧洲的现在很多的大城市治安非常的恶化，那个小偷啊，已经不是在那边偷了，那个巷子暗的话就直接抢了。然后呢，你的车子停在那个暗巷里面你里面最好不要放东西，你放东西噼里啪啦就是什么，就把你窗子打坏，然后把你东西拿走。我以前在布鲁塞尔住过一段时间，布鲁塞尔有一些区我们去停车一看满地都是碎玻璃的你就赶快开走，因为你车子一停，他就把你碎玻璃给打碎了。所以欧洲事实上有这个问题啦。不过川普也讲过他自己国家，也讲得更难听。他说我没有当选的时候，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是已经死掉的国家，是一个 dead country。可是我一当选以后，美国就变成人间乐土了。真的是这样吗？不过这个川普、卢特尼克跟贝森特，他们都有那种白人至上的那种优越感常常在镜头展现无遗。永明教授，美国跟欧洲要离婚了吗？我觉得还早。现在在吵架了，男方要女方带来的嫁妆，女方不愿意给，吵架，会不会进入到分居？什么叫分居呢？关税15%，这个叫不叫分居？没有，只是把彼此关系搞清楚。然后呢，最重要进入到所谓的分居甚至离婚，美欧分道扬镳，那就是军事的这个联盟。我觉得从欧洲的角度，从欧洲安全的角度，欧洲不可能脱离美国的军事安全上的保护。从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到冷战，到现在的俄乌战争以及未来面临到可能的俄罗斯的安全上威胁，欧洲一定需要美国。美国在许许多多的欧洲国家有驻军，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解释说为什么北约在这个议题上会去介入，因为欧洲有一批人，不要把欧洲当成一块铁板，它其实已经分崩离析了。但是呢，有更多的利益真正浮现出来，去凸显出美欧之间跨大西洋的这种连结的重要。换言之，美国这边也有人很有意见美国的东岸是它的真正的政治经济的核心，而它的核心的维持必须要大西洋的另外一端维持稳定，因为它没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所以事实上它不会进入到离婚。可是呢，现在真的因为那一块冰而取得，就是说面临双方彼此非常严重的吵架。我觉得女方一定会想要自己，我要出去找工作，我能够养活我自己，我不要完全靠你这个将来欧洲一定要面临到他自己本身经济上的自主，还有呢军事上的这个团结以及平衡的外交。所以你看卡尼也到中国大陆去了，这个英国首相也去中国大陆了，马克宏才刚去完回来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在军事跟国家安全以外的议题欧洲会更采取平衡的策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就等于是稳坐钓鱼台，你面临到整个欧美之间的问题，而且会持续，这个是武契奇讲对，会一段时间，那地缘政治的变动会越来的越混乱。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先看到索尼电视一夜要变成姓 TCL， 这是什么状况呢？索尼大家知道吗 ？Sony 它作为日本的代表性电器跟娱乐的巨头曾是日本制造高品质的代名词。好，那当然它一夕之间跟 TCL 的电子控股公司他们同时宣布双方签署了家庭娱乐领域战略合作的意向。好，根据披露的内容，双方确认要设立一家承接索尼家族娱乐这个业务的合资公司。那 TCL 是
是持股51%，索尼则是持股49%。好 ，TCL 是总部位在中国大陆深圳这边哦，所以当然哦，它的市占率也颇高哦，是全球第2，好，第1是三星哦，所以它也是相当的厉害。那现在他们2家合并成立了一家这个公司。好，但我们看到中方也重申哦，其实日本哦，因为现在中日的关系还是持续紧张，好，所以他说啊，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入场。好，这件事情登上了微博热搜，还有百度热搜，一度都来到了第2。好，这件事情当然啊，我们也要看看中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哦，他们的临时代办孙磊怎么讲。我们先听听看。历史罪行不知悔改，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2战胜利成果，公然践踏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好，听到中方认为日本没有资格入场，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国仇家恨、恩怨不断累积，尤其是去年11月1号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好，现在高市早苗还是重申要强化安保，而且提及的是中共环台军演以及经济胁迫。好，那当然哦，现在呢，中方跟日方的关系持续到冰点，但是日方这边的政局也持续的比较紧张。好，我们看到说不当高市早苗的刹车，主张强化对中来威慑。日本维新会现在说我们要推动作为这个改革的加速器。好，日本维新会的共同代表叫做藤田文武，他就强调维新会会取代过去公民党的角色。好，那从政治的刹车转为推动改革的加速器，而且要针对外籍人士实施总量管制的构想，以及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务实安保路线。好，所以您可以看到日本维新会其实跟高市早苗站的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 maybe 会把这个日本整个加速的往前推进。好，那当然高市早苗为选票喊砍消费税。好，所以现在债券市场动荡会不会成为他的执政致命伤呢？因为现在他很难平息市场的动荡，而且他自诩为英国的铁娘子柴契尔。好，那当然也可能会让英国走上对短命首相特拉斯的后尘。好，那后者就是因为债券的市场动荡而匆促下台。好，那高市现在为了下个月的选举是很难收回承诺，那现在很难有效的安抚投资者，所以就有一名熟悉高市经济政策的消息来源说，殖利率最近一次的升高都显示着市场正对日本的财政失去信心，所以未来的不久可能没办法看到日本的债市平静了说恐怕会引发4.1兆美债抛售的连锁反应。好，那我们讲到日本也要讲讲韩国，因为现在呢，韩国的状况也有一些不同新的发展。也就是呢，之前李在明不是也曾经跟高市早苗见面吗？两国似乎真的有一些合作。我们看到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宣布将在1月底为韩国空军特技飞行表演队黑鹰来提供空中加油的支援。好，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次就是很特别嘛，他们是第一次为韩国军用飞机来提供空中加油，那就被认为这彰显的就是日韩的国防合作有一个新的进展。好，那当然李在明针对他们的这个国防的部分也特别有提出在北韩的问题上，他说北韩目前每年生产的核物质已经足以制造多达20枚的核子武器，所以一旦北韩的核武库达到饱和就可能把过剩的核技术跟物资外销出境，就会造成全球的一个毁灭性威胁。好，李在明当然希望要促成跟北韩还有美方的对话。好，但问题现在南韩这边又启动了这个无人机的调查入侵北韩事件，现在锁定了3名嫌疑犯，有2个人曾经在尹锡悦的龙山总统室，所以跟尹锡悦有关。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则是他们的空军发布了影片，霸气喊要捍卫主权，不容挑衅。好，这个跟菲律宾的部分有关。好，那菲律宾的外交部跟政党也声援说他们的官员遭到中国大陆的威胁。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索尼电视一夕之间有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进行合作了。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日本当然没有资格入场嘛，日本是2战的侵略国家，那现在日本又是右翼当道，
又要搞军国主义复辟，这样的国家，你怎么有资格入场？你怎么有资格跟原来的常任理事国去共同捍卫世界的和平？好，那高市现在的政治大冒险，或者叫政治豪赌，他面临的3大问题。第一个，太频繁的选举，日本的人民觉得非常的厌烦，所以有56%以上的日本的民众认为说，他不支持这一次解散众议院全面改选，他认为这个选举太频繁了，对社会成本的浪费太高了。第二个更严重的，所以我才讲维新会就是个双面党，就是个双面人嘛。维新会当时要求自民党说要让他成为执政联盟，去支持高市当首相，他的条件是什么？因为自民党黑金很多啊，可是高市这一次解散了众议院，自民党提名的里面一拖拉苦一堆啊，都是黑金人士啊，有些石破茂不敢提名的，就像来过台湾的那个秋生田光一，那个就是石破茂不敢提名的黑金的代表人物啊，现在高市全部提名，让他们选众议员，而且里面还有好几位是跟统一教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你认为在选举的过程里面，立宪民主党、公民党不会去攻击这一点吗？不会发酵吗？好，那最后的结果，高市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自民党单独过半，他就必须履行承诺啊，他就要辞职下台啊，就成为日本寿命最短的首相。第三个就是日本的经济问题非常的严重啊。日本当然不像美国，美国的债高，但是美国的债都外债，日本的债呢，基本上外债少，基本都是私人的债。但是你现在日本的央行在前一段时间不是升息吗？升息以后照讲日元应该升值啊，但是结果日元仍然大贬，日本的资金仍然大量的流出，这就代表刚才一轮说的，大家对日本的经济、日本的债信、日本的币信已经缺乏信心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怪现象吧。是，这都是经济上的大难题啊。对，非常难题。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日本想要加入这个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啊。那成为常任理事国，最主要它的这个所获得的这个利益，就是说它可以在安全理事会里面啊投下否决票。现在只有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任何投票，它投票1票可以否决，其他14个国家的这些提议，为什么要有否决权？这个就是国际组织啊，它在发展中从经验所获得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机制。因为国际组织所谓的这种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话，它希望所有国家都在里面。如果有几个强国不在里面的话，这个国际组织说实话，它只约束一部分的国家，几个国家不在里面的话，那我接受约束不是我自己自服手脚嘛？所以联合国因为它要约制所有会员国，包括它的战争行为，包括它的军事行为，还有你加入一个公约，你加入人权公约，你的人权政策就要受到，你就没有自由裁量空间了。你要遵照联合国的这个相关公约的规定啊，那还有环保啊、贸易啊，都是如此。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联合国要能够成功，一定要世界上所有的霸权国家都要加入。如果有霸权不在里面，这个组织就是空色了。那怎么样让霸权留在里面呢？就是让它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在重要议案的时候，联合国不会对某一个霸权造成利益的挑战。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联合国碰到这个事不管了。苏联说这个事你不能管，大家就不管了，它有否决权。美国说这件事不能管，就是说不能管了。中国说这件事联合国不要插嘴，联合国就不管了。那是
最重要的，从现实主义者就可以把联合国保下来。请问日本有这个分量吗？日本在里面跟不在，在联合国不在里面，它有什么分量？它充其量只是个中型国家。最近我看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哈，在这个 Davos 讲话，他讲的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霸权国家跟中型国家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显现。加拿大自认为都是中型国家了，你日本有什么你有什么条件说你是霸权国家？那不可能的嘛，所以日本根本就不够资格了。好，有明教授怎么看？我以前有个朋友啊，庆应大学的教授天谷方秀，他出了一本小书，他叫做《日本作为中型国家的外交政策》，结果呢被这个周刊呢小报大骂反日的天谷教授，所以日本基本上啊，他的保守派跟就是政治人物跟右倾的政治人物，就是还是把日本视为在80年代、90年代的那个地位啊，只是美国旁边的一个就是 number 2。那现在我们看到高市要在2月8号整个重新改选众议院呢，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看来，我跟各位报告，我觉得高市下台的机会不高。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标准放得很低，他并没有说自民党单独过半。他只是说执政党要过半，那执政党就包含维新会199加上46，233刚好过半1票，所以呢，他就是要扩大他的这个席次，所以要自民党单独过半，我觉得不容易，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承诺。因此，在选后呢，这2个政党形成的这个执政党，甚至还可以把第3党加进来啊。要过半不是问题，那也有3个因素。第一个，他现在支持度好高啊，连续3个月都70%、75%，那自民党的支持度是30%，可是立宪民主党只有7%。然后第二个，现在日本经济太热了，他上来这3个月啊，那股市飙升啊。你知道，从经济的选民跟就是股市的这些股民当中，当然希望这个继续。他现在一度来到54000点，过去大概有到55000点的记录，他们说今年会来到6万点，你相不相信？那总是政治不能乱，才能达成6万点呢。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他敢赌的原因。那第3个，他的这些右翼的这个保守的支持者，现在通通都会出来投票，管你什么拿回扣，管你什么统一教，我就是要支持你高市，因为他昨天公布的自民党选举公告、选举公约里面就承诺。2年内要把饮食类的那个消费税降低到0%，那是8%耶，8%耶，那不是大家都很高兴吗？以后的财政问题那是以后的问题。他当然谈到安保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威胁、台海的安全以及安保3法的修正，非常的右，非常的右。我觉得他没有看到日本现在真正的处境，跟他整个经济、财政以及安全上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政治人物呢，就是要往前冲，因为他们右翼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